1985年，美軍做出了一個轟動全球的決定，他們用一把意大利血統的手槍伯萊塔 M9， 替換了陪伴美國大兵70多年的科爾特 M1911。結果從那一天開始，伯萊塔 M9 就陷入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爭議。在伊拉克戰場的漫天黃沙裡，它被指責頻繁卡殼；在美軍訓練場上，又爆出套筒斷裂炸傷士兵的慘劇。這些負面新聞迅速發酵，讓伯萊塔 M9 很快背上了爛槍的罵名。然而有一個問題始終解釋不通，如果 M9 真的這麼不堪，為什麼它能在美軍中服役30多年？更奇怪的是，當我們重新翻閱那些讓伯萊塔 M9 臭名昭著的事故報告時，卻從中扒出了埋藏多年的驚人內幕。真相到底是什麼？帶着這些疑點，今天我們就逐層拆解，看看伯萊塔 M9 究竟是一把爛槍，還是背負了30年罵名的替罪羊。很多人以為伯萊塔 M9 是在服役之後才一步步把自己的名聲搞臭的，其實恰恰相反，從他被選中的那一天開始，爭議就已經注定了，因為他取代的不是普通手槍，而是美國軍隊的傳奇圖騰 M1911。當1985年軍方宣布要改用意大利的伯萊塔手槍，而且使用的還是9毫米彈時，反對聲幾乎淹沒了整個項目。很多前線老兵拍着桌子破口大罵，憑什麼讓我們放下打贏了2場世界大戰的 M1911 和.45神彈，去換歐陸蠻夷的9毫米滋水槍？美國難道已經造不出自己的手槍了嗎？在不少老兵眼裡，.45 ACP 是純爺們兒血統，一槍過去寸草不生，而9毫米那是連歐洲女警都嫌軟的娘炮口徑。於是伯萊塔 M9 還沒正式裝備部隊，就已經背上了沉重的原罪。此後的許多年裡，每當 M9 出現故障甚至事故爭議，人們都會把矛頭重新指向當年的決定。面對如此巨大的反對聲，美軍為什麼還是堅持選擇了伯萊塔？難道陸軍高層真的昏了頭？其實事情遠沒有想的那麼簡單。雖然在美國大兵眼裡 M1911 是傳奇，但到了70年代末，傳奇也開始暴露出年齡問題。大量現役 M1911 已經服役數十年，有些槍甚至比使用他們的士兵年齡還大。與此同時，北約標準化的壓力也越來越嚴峻。盟國普遍採用9毫米彈，只有美國仍然堅持使用.45 ACP。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，彈藥補給將成為巨大的後勤負擔。於是美軍啟動了著名的 XM9 手槍選型計劃，而這場競爭的規模遠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得多。西格 P226、HKP7M13、瓦爾特 P88、史密斯维森459，幾乎當時最優秀的軍用手槍都來了。經過層層淘汰，真正進入決賽圈的只剩下2名選手，他們就是伯萊塔 92F 以及西格 P226。雙方的性能表現極其接近，最終決定勝負的並不是性能差距，而是採購成本。伯萊塔給出了更低的整體報價，於是這把意大利手槍最終成為美國軍隊的新制式手槍。無論軍方還是測試人員，当時都認為這是一把合格甚至優秀的軍用手槍。但是誰也沒想到，僅僅2年後，一場足以毀掉他名聲的事故卻突然爆發了。1987年9月，弗吉尼亞州海軍特戰隊訓練場，一名海豹隊員舉起手中的伯萊塔 M9， 瞄準擊發，但下一秒，訓練場上的人全愣住了，因為飛出去的不只是子彈，還有半個套筒。斷裂的套筒高速向後彈射，重重砸在特戰隊員臉上，鮮血瞬間流了下來。一名美國海軍特戰隊員竟然被自己手裡的手槍打傷了。然而真正毀掉 M9 名聲的還不止這一次事故，因為幾個月後，第2起事故又發生了。你以為這就完了？後邊還有第3起，受傷的依然是海軍特戰隊員。這已經不是偶然事故了。短短幾個月時間，關於伯萊塔 M9 的流言開始瘋狂擴散。有人說意大利人造了一把會爆炸的手槍，也有人警告套筒會飛回來削掉你的臉，甚至有人嘲諷這就是軍方花大錢買來的垃圾。很快媒體介入報道，連國會也開始過問此事。壓力之下，陸軍迅速成立調查組。然而隨着調查深入，事情卻開始變得詭異起來，因為他們發現真正的問題可能比單純的槍械故障要複雜得多。早期發生斷裂的滑套使用的是意大利本土鋼廠供應的鋼材，這些鋼材在冶煉過程中錯誤地混入了過量的銻元素。在冶金學中，
微量的銻可以提高鋼材的切削加工性能，但如果控制不好，它会導致金屬內部出現微觀孔隙和夾渣，這讓滑套在熱處理後變得極度脆弱，而在受到反覆衝擊時極易產生疲勞裂紋。到這裡，很多人以為真相已經水落石出了。然而接下來的調查結論直接撕開了美國軍方和本土彈藥商的遮羞布。這就不得不提當時美軍為了配合新槍，專門研制的 M882 北約標準彈。雖然在公開報道裡，五角大樓和軍方咬死不承認是子彈的問題，但直到1988年10月，美國審計總署公布的一份解密報告，人們才發現了一個非常反常的細節。在事故發生後不久，軍方嘴上說着子彈沒問題，私底下卻火急火燎地給 M882 子彈減藥降初速，硬生生把初速從396米每秒降低到365米每秒。要知道，早期的 M882 為了兼顧冲锋槍的威力，裝药极其激進，膛壓極高，簡直是在用施压彈的強度在折磨一把手槍。從以上結論和推理不難發現，套筒斷裂这場事故中，珀萊塔 M9 本身確實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，但美軍後勤管控下的供彈體系也存在明顯疏漏。然而對於媒體來說，這些細節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公眾記住的從來不是調查報告，而是那張受傷士兵的照片。一旦一把槍被貼上危險的標籤，想撕下來遠比貼上去困難得多。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，那麼珀萊塔 M9 或許還有機會翻身，然而歷史偏偏不給他這個機會。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， M9 隨美軍踏入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漫天黃沙。沒過多久，前線投訴就開始蜂擁而來，卡殼、故障、不可靠，這把槍在沙漠裡根本用不了。這樣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，意大利垃圾的外號又一次翻了出來。軍方再次展開調查，而調查結果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因為調查人員發現，那些頻繁發生故障的手槍有一個共同特點，他們使用的並不是珀萊塔原廠彈匣，而是軍方採購的第三方承包商生產的非原裝彈匣。這批彈匣為了防鏽耐腐蝕，內壁經過粗糙的磷化處理，在實驗室裡看起來沒問題，可到了伊拉克，情況完全變了。伊拉克的沙塵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，那不是普通沙粒，而是極其細膩的粉塵，細到幾乎無孔不入。結果彈匣一旦混入細沙，內壁變得像砂紙一樣粗糙，於是彈簧推力開始下降，子彈移動開始變慢，最終導致供彈失敗。調查人員甚至發現，更換原廠彈匣後，許多故障立刻消失了。事情發展到這裡，局面開始變得尷尬，因為被罵了這麼久的 M9 似乎又一次被冤枉了。真正站上被告席的，反而是美軍後勤和彈匣供應體系。但如果你以為這樣就能證明 M9 毫無問題，那也未免太樂觀了，因為這把槍確實存在一些設計上的缺點，最受詬病的就是套筒保險設計。在快速上膛時，士兵很容易順手把保險撥到保險狀態，結果舉槍扣下扳機，卻發現槍根本不能擊發。這種情況在訓練場上只是失誤，可在戰場上代價可能就是致命。除此之外， M9 的握把尺寸也長期飽受爭議，雙排15發彈匣帶來了不錯的火力優勢，卻讓握把變得又寬又厚，對於許多手掌較小的士兵來說，操作並不友好。這些問題不像套筒斷裂和伊拉克故障那樣廣為人知，但他們確實伴隨着 M9 整個服役生涯。所以說到底，珀萊塔 M9 並不是一把完美的手槍，它有自己的缺陷，也帶着明顯的時代烙印。然而，這些缺點真的足以讓它背上爛槍的罵名嗎？